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成毅内娱最惨一男的，还记得吗？成毅的成名作《琉璃》，他在剧中动不动就吐血，看的时候觉得他好可怜，万一把血吐完怎么办？担心剧组还有衣服给他换吗？到了莲花楼，成毅虽然是个绝世高手，但他是个病秧子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干了的节奏。现在到了天地剑心，名字叫王权富贵，但没有王权也没富贵，却带来了万箭穿心。成毅咋这么惨？他就配不上嘎嘎乐的剧本吗？是配不上吗？导演快递本子啊！成毅真是内娱最惨一男的，这句话放在他身上，真的一点不夸张。从琉璃到莲花楼，再到如今的天地剑心，观众一路看下来，几乎都能总结出一个规律：成毅的角色不吐血不算完，不挨刀不算戏，不受点情伤都对不起他那双眼睛。琉璃一口老血成名，虐心到极致。要说成毅的成名之作《琉璃》，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。那年夏天，多少人被雨丝凤三个字折磨得夜夜失眠。他爱得太深、太苦，也太惨。每一次转身，每一次相遇，几乎都伴随着鲜血与泪水。网友们调侃《琉璃》不是仙侠剧，是丝凤受难记。在剧中，成毅几乎是靠吐血演技走红的。有人统计过，他在整部剧里至少吐了10几次血，从情伤吐血、被打吐血、误会吐血，到最后情感爆发的心口一甜，每一口血都像是观众心头的刀。尤其那场被关锁妖塔的戏，成毅全身是伤，眼神却依然执着，那种明知无望仍要护他周全的倔强，让无数人破防。成毅凭这部剧直接封神。不仅人气飙升，连虐中带情、血中带泪的形象也被牢牢刻进观众心里。从那之后，成毅似乎就跟惨这个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莲花楼绝世高手，却是个病秧子。莲花楼一开播，观众本以为终于能看到成毅转运，毕竟他饰演的是江湖第一神医李莲花，一个睿智、从容、看透红尘的高人。结果没想到，这人一出场就带病，不是轻微的小感冒，而是身中剧毒，随时嘎掉的那种重症。李莲花武功盖世，却偏偏咳嗽不断，看破生死，却依旧牵挂众生。他轻描淡写地说着，人这一生不过是一场连开连落，那份淡然里有种压抑到极致的悲凉。成毅那双含着痛意的眼睛，再加上他那种若有若无的笑，直接把一个将死之人的宁静与孤独演到了极致。观众一边被剧情吸引，一边又心疼的不行。弹幕上全是医生都救不了自己，这也太惨了，求编剧给他点甜头吧。结果编剧好像听见了，立刻加戏，不但没治好，还让他差点英勇就义。看完莲花楼，网友们统一发声：成毅，你到底是得罪了哪位编剧？别人剧里谈恋爱，你剧里谈生死；别人剧里撒糖，你剧里洒血。天地剑心，名字高贵，命运坎坷。到了天地剑心，成毅终于从病秧子变成了战神，听起来像是翻身了吧？可惜，剧名叫《天地剑心》，他饰演的角色名叫王权富贵。但命运却讽刺的要命，他既没有王权，也没有富贵，最后还被万箭穿心。王权富贵这个角色是一个生于权贵，却注定孤独的英雄。他一出生就背负命运的诅咒，被迫在权力与正义之间挣扎。他有剑，却没有自由；有力量，却无幸福。成毅把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宿命感演得入骨。那份压抑的克制，冷静下的愤怒，让观众直呼过瘾又心碎。尤其是那场万箭穿心的戏，镜头一转，成毅站在风雪之中，身披白衣，
鲜血自胸口渗出，眼神里没有恐惧，只有释然。那一刻，仿佛琉璃的丝凤莲花楼的里莲花，全都在他的身上重叠。他不是在演戏，他是在用生命诠释角色。惨成了标签，却也成了传奇。程毅的惨，不只是剧情上的受虐体质，更是一种演员的命运。他几乎没演过真正轻松、幸福的角色。别人演的是恋爱脑男主，他演的是受难型英雄。别人靠甜宠圈粉，他靠刀子收割真情。有人调侃，程毅不是在拍戏，是在拍苦情史。可也正因为如此，程毅成了古装剧中最具感染力的演员之一。他懂得如何在惨里演出尊严，在痛里诠释温柔。那种隐忍的情绪、克制的情感表达，成了他的独特标志。他不靠表情夸张，而靠眼神传递情绪。当他抿唇微笑时，你知道那笑背后藏着苦涩；当他沉默低头时，你能感觉到他在与命运抗争。程毅的惨不是弱者的悲哀，而是强者的孤独。观众的心疼与期待。程毅的粉丝戏称自己是果果，因为追他像是在剥洋葱，一层层都是泪。每次看他的新剧，大家的弹幕都是3不宜吐血，5不宜负伤。琉璃心碎，莲花楼病倒，天地见心，万箭穿心。网友感叹：导演们求你放过他吧，让程毅笑一笑行不行？但程毅自己似乎并不避讳这种苦角形象。他在采访中说：角色有多苦，生命就有多厚重。这句话让无数人破防。他不是在逃避痛苦，而是用痛苦去塑造灵魂。正因如此，观众看他演戏，总能感受到一种真切的生命力。那不是装出来的情绪，而是从他眼神深处流露出的情感温度。他不怕被虐，只怕角色不真实。程毅的惨是一种选择。有人说，程毅的惨是一种命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其实是一种选择。他不追求偶像剧式的光鲜，而是更愿意钻进角色的痛苦里，去体验，去感受。每一部戏，他都拼尽全力，不怕累，不怕苦。他常常在片场拍夜戏，拍到凌晨，受伤也坚持不喊停。他清楚，只有让观众信了，角色才算活了。这种敬业精神，让他在流量浮躁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。也许他真的是内娱最惨一男的，但他也是最真、最稳、最燃的一个男演员。愿下次他能笑着谢幕。程毅的惨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符号，他用无数个吐血瞬间铸就了角色的灵魂。他也用自己的坚持走出了属于演员的尊严之路。或许下一部剧他能不用再吐血，不用再心碎，能演一个真正轻松、幸福、被爱的角色。可即便他依然惨，观众也会继续追，因为程毅的惨不是悲哀，而是力量；不是命运的嘲讽，而是演员最深的投入。他是内娱最惨一男的，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男的。